好，苹果爹。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呢，就要比较细节的来讲，就是比较不会去删除我讲的一些什么，然后比较自然的去讲出来说我这次对 iPhone 14整体系列的这个看法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到现在，不管是刚拍出来的、刚推出来的时候的心得、1周心得，然后1个月心得都已经拍完了。那这1个月使用下来，那同时有 Google Pixel 7 Pro 的这些机型推出来，所以在使用上有一些比较啦，有一些跟其他厂牌的这个旗舰机来做一些比较。那当然也有一些长期使用下来的碰到一些问题，所以这种时候我觉得来讲一个很多观众在问的说，这次到底这4支里面整体表现起来你会比较推荐哪一支呢？还是说推不推荐？OK， 好，那我们就来讲这个部分。那这次 iPhone 14这个整个系列呢，应该说它整体产品定位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我觉得也因为这样的改变，让我们真的体验到，就是说，苹果在这个产品定位上面，感觉起来应该说我自己的看法啦，是说他们有点变相的要去对抗这个通膨的时候呢，让它感觉起来没有涨价，但是要让它的成本控制上面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那这个是一个我比较平心而论的去讲的方式，但我也是会觉得这样是好或不好，满意不满意，这个当然我有另外的情绪。可是我们就来讲说为什么这一次我觉得说，好像看到数字系列他们使用第一使用这个旧款的这个处理器，那这个部分倒是还 OK， 因为反正 A15也没有什么不好。那反而让我比较在意的点是在它的相机的地方那相机的地方呢，应该说我比较讶异的是说，他们没有沿用13 Pro 系列的那2颗镜头。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在它的超广角上面。那这个其实不是说我期待说它给你一个多好的镜头，拍摄出多好的照片。我有这样的希望它的超广角也用到13 Pro 的原因，是因为那一颗是可以对焦的镜头。那我一直认为说，如果你在这个主镜头感光元件变大的时候，竞拍造成很多问题的这情况下，应该是要用另外一颗镜头来补足这个缺点。那这个缺点其实我们在12 Pro Max 的时候就已经碰到，那在其他厂牌甚至更早就已经先发现有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后来使用这个超广角镜头可以去对焦来补足这个可能没有办法竞拍或碰到这个没有办法扫描 QR code 的这些什么等等的问题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已知至少在 iPhone 系列来讲是已知2年的问题。那如果你讲整体这个相机组件大家碰到的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已经非常多年就知道说是应该这样来弥补。那这一次换到这个14跟14 Plus 上面，他们竟然还是用了那颗不能对焦的超广角，那也造成说，其实真的竞拍上面很多人换到14 Plus， 那可能先前也没有看我影片，然后后来换过去的时候才说，怎么不能竞拍，怎么不能对焦，怎么不能什么什么的。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我们先前在12 Pro Max 的时候就碰到的问题。那我当初也讲了很久，那为什么到现在2年后，连这个那么小的地方也会去偷掉？那这也是我比较不喜欢的。可是就像我先前讲的嘛，这是通膨，然后什么东西都涨价，那他们在价格又不想要调涨的情况下，做的一个比较一个平衡的处理啦。那可是同时呢，它又有衍生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说，在这一次的14 Plus 系列，他们在改善他们散热的时候，让这一次的 A15的表现算是非常非常的好，那比13 Pro Max 都还要来得稳定。那但你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长时间去烧手游去玩，然后去得到这样的结果？或许其实没有，因为13 Pro Max 如果我不是那种长期玩重度手游的人，我也不会有那种感觉。那只是他们在这一次14 Plus 做到这样的进步，就代表他们知道说散热这个问题是一直需要解决。那其实，在 iPhone 上面散热，或者说在苹果整个系列的产品里面，散热一直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常年的苹果。我敢这样讲，刻意不处理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外形设计，可能是成本，可能是他们追求美观轻薄多于其他的部分。那这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既然是同样，你们这次在14 Plus 系列里面改善这个散热的问题，那现在到 A16的时候，我们又发现说，怎么好像在 Pro 跟 Pro Max 上面有一些发热的问题？那我们发现说，它在
Pro 跟 Pro Max 系列反而没有去加入这一次新的散热设计。那也有可能啊，就是体积的问题啊、成本的问题啊、重新设计什么等等所耗时的这个问题啦。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造成现在一个现象：你使用一个比较新的处理器的 Pro 一个旗舰机的系列，那在某一些情况下面，它的表现可能还会不如 A15有做好散热的 A15好，这就非常奇怪。你造成一个这样之间的对比，然后有一个旗舰机，一个入门机，然后这要怎么讲？就好像说你选什么都有不足的地方，选什么都有被偷掉，选什么都有被减少掉一些你觉得不应该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缺陷，而且是让人这样回头看起来好像有点是刻意营造出来的感觉。那我不是说一定是，只是有这种感觉，对不对？那所以这样讲到14 Pro 跟 Pro Max 来讲，这一次的话，当然就是新的设计、新的动态岛、新的挖孔萤幕。那这个动态岛，我必须说，这个挖孔它真的是非常的大。那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我觉得因为这个动态岛的设计，我们实际去看这个挖孔的尺寸，其实没有那么大，其实没有动态岛那么大，旁边还多了蛮明显的一个圈圈出来。但是让人去想说，有人说为了苹果是为了平衡这个挖孔可能不至中，可能没有准，可能会有点歪啊，可能有点什么问题，然后用动态岛永远的存在去掩盖掉这一点。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现在多了动态岛这个东西，就代表是说本来挖孔可以不用那么大，但是为了这个动态岛的存在，它的动态岛的这个它的挖孔的尺寸一直是以这么大的方式显示。那甚至是在你平常横放要看影片的时候，其实动态岛在这个情况下是没有任何功能性的。可是可能设计的这 UI 界面设计的一致性，让它变成说你在横放的时候，它还是完完整整的整个动态岛的挖孔都存在。那这个其实对使用上的体验是影响到蛮多的。那你动态岛，因为它又是一个设计在界面里的东西，所以你可以横放的时候试着去触碰那个动态岛，它还是会有一个反应，有一个好像小震动的一个反应。那这个有没有必要？我就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应该要横放的时候，它就是完全去以萤幕可以给你看到最多的范围方式去显示。那这种时候可能就变成一个惊叹号的打孔。那我觉得只要它整体缩小，就算是惊叹号，它也会比现在整个动态岛的挖孔使用起来还要更令人满意啦。可这个就是苹果的选择后。那其他的部分像是这一次新的这个前置镜头，我个人是觉得蛮无感的。那这个部分可以跳过，也不会是一个值得升级的理由。那后面的这个应该讲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在它的这个4800万的感光元件的这个主镜头。那这个我觉得实际上的使用体验，反而说4800万如果你今天买这个是想说你要拍到一个4800万画素的照片的话，那我其实实际上去开启 ProRAW 去拍摄，很多情况下它真的是会保留比较多细节可是我觉得它的整体的使用体验，它的处理速度慢，然后储存照片的档案大，然后你拍摄完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才能再拍下一张，所以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使用体验，所以你也必须要另外再开启。那一张照片的档案，有人说到100 MB， 我没有拍到那么大过，最高拍到大概70左右，70 MB。那你算算手机里面的容量，你可以放多少这种照片？那所以很多时候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关掉了，所以我觉得 ProRAW 的这一点它的使用情况算很有限。不是说用不到，那你要看自己的情况。我觉得很少人用得到，那我也建议大家都，一般使用者都不要去开这个功能，因为真的是太占档案容量。那但是它另外带来的就是它有这个2倍的变焦嘛，那这也不是真的变焦，它就是裁切中间这一块。那这个反而我觉得是比较有帮助，比如说不管是拍人像，那或者是很多人因为这一次新的感光元件变大，或是从12开始啦，那你在近拍实物的时候距离会拉得比较远，那很多人就是喜欢去近拍，拍到那种晶莹剔透感。好，那先前就比较难去做到这一点的话，那现在其实反而可以用这种裁切的方式去让你以为好像你有一个2倍镜，然后去做这样的拍摄。这一点部分我是觉得还算蛮实用的。OK， 那大概就这样。我觉得整体镜头的表现拍照的表现来讲，我其实跟13 Pro Max 的比较起来，没有一个实际
感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那这个是拍照的部分。那录影的部分呢，其实在这个电影级模式，这次有这个4K 的电影级模式，这一点我是觉得比较有感的，因为我是会使用电影级模式去拍摄的人，所以这次提供这个4K 的画质，我说真的啦，放到电脑上面看，我还是很明显看得出来4K 跟 1080p 的差别。但是这个又讲回来啦，对不对？如果说现在的 A16，你只有把这个功能锁在 A16上面，说有4K 的电影级模式，那你可以唬过大众说，因为要 A16的效能才可以做到4K 的电影级模式啊。但是同时呢，你在使用 A15的这个14跟14 Plus 也可以拍到4K 的电影级模式。那就像我先前评测影片里面讲的，那代表先前的13 Pro 跟 Pro Max 13 Pro 跟 Pro Max 也可以。甚至可能13数字系列也都可以。那这种时候，你一个可以用的功能又没有下放回去，然后等于是说，有可能本来去年就可以做到，可能就故意想说，那我明年好像没有什么亮点，我再锁一个功能在明年的机型上面，就有这种感觉就不是这么的好。可是不管怎么讲啦。以这个电影级模式的拍摄效果来讲，我还是很赞叹说这样的科技，不仅是在拍摄的时候可以拍到这样的效果，你在事后还能去改变，还是必须值得称赞，就是说至少有这个功能，而且它的表现算是非常好的。OK， 但是有没有必要为了这个4K 电影级模式从13升到14是没有？可是如果你是从其他更旧款的系列上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很难讲，因为我知道有人就是完全没有用这个模式啊，那我自己是很喜欢，所以我会觉得值得。那运动模式来讲的话，因为它有一个蛮大的裁切啦，那即使是在户外的时候，你在开启的时候，它会自动把它换到超广角镜头去拍摄。那这种时候画质是超明显的崩坏，因为尤其现在的时代，他们主镜头的成本下越来越重，主镜头的表现越来越好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用主镜头在拍摄的时候，它其实不用开启电影级模式，都会有一个景深感嘛，因为它的感光元件比较大。那这种时候你一切换到这个超广角的时候，瞬间那整个画质就是很明显看得出来差距，所以我就是没有那么喜欢这一点，所以运动模式就几乎没有什么用到。可是并不代表它不好用啊，你可能现在有小孩还比较小孩的时候，或是宠物的时候，我觉得或许可以用，可是它也是使用范围比较有限制啊，要在阳光好的时候，光线充足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它。那这一点是不是一个值得升级的理由？我倒觉得也还好。OK， 那整体14系列里面，很多观众问我，就是说，那到底还推不推荐，或推荐哪一支？那我们就先讲推不推荐好了。那我在1个月心得，就是14 Pro Max 1个月心得的时候，我有讲说，其实我就觉得还好。那或许今年是可以跳过，但是有些人的手上机型比较旧，可能6S、7 Plus 啊，什么10啊，10我觉得10S 其实也还好啦。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分成2种人，第一种就是说你的机型可能是 iPhone 10之前的，那个是第一类的人。那第二类的人就是你手上的手机可能真的很多问题快要坏掉，那修要花很多钱，可能你萤幕坏掉，后面的玻璃裂掉啊，什么这些维修费用比较高的这些人来讲的话，那我就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升级。因为你还是从那一些10之前的系列跳上来，不管你是选14、14 Plus、Pro Max 来讲，任何一支你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差距。OK， 那至于要选哪一支的话，我个人认为其实我是比较注意续航力，比较在意续航力的这一点。那我觉得这次在这4支使用起来，我还是感觉起来小机型的续航力会比较不够。那或许你是比较旧机型的人来讲，升上来哪一支你的续航力感觉起来都是比较进步的。那这个你要自己去思考。但是如果你现在是使用什么4S Max 啊，什么比较大支机型的，习惯那种长期续航力的人来讲的话，那这次续航力最好的，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最好的是14 Plus。它在平常一般使用来讲，我觉得它的续航力是比14 Pro Max 还要好。那同时间的14 Pro Max 可能因为又有水显萤幕嘛，那我们不太认为说，好像买了 Pro Max， 然后为了省电又去关掉水显萤幕，我不太想去这样用，因为我喜欢水显萤幕，我觉得它是一个实用的东西，我不觉得说我要为了省电去关掉这个东西啦。我觉得你要买的话就要去用它，但是这点是不是一个你觉得很重要，你要去想一下
好，那但是如果真的是完全你就是想要一个延程最好的续航力，然后轻便，然后比较方便使用的手机，然后又很稳定的话，14 Plus 是还不错哦。那如果你就是想要最新，就是像我刚讲的这些新的4800万画素啊，有这个裁切啊，有比较好的镜头啊，可以去自动对焦的超广角啊，然后有动态岛这些功能可以去玩它的话，然后还有水显萤幕，那这样的话当然就是14 Pro Max 是我比较推荐的一支。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还是要买的话啦，就可能这2支选一支。那到底比较推荐哪一支呢？我觉得就非常难讲。我自己都习惯用 Pro Max 的，就是比较旗舰机的这个，那是因为我自己要去测试相机嘛。那如果今天我要对比，可能 Google 7 Pro 的时候，我拿14 Plus 比，人家会说你怎么没有拿旗舰的去比？对，所以对我也拿旗舰机是我平常在使用上要做一些测试的时候是比较方便，因为大家都想看旗舰机的比较，那同时也是流量比较好的一个机型。所以这个是我的选择，但不代表我觉得14 Plus 就很不好。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改一下我一开始可能刚发表的时候的一些角度，因为可能对苹果这次沿用旧处理器，然后相机又偷掉很多东西，有一些情绪在里面。可是其实回头看来的话，每个人的角度不同，每个人出发点不同，可能你使用的机型10之前的机型换到10 Plus 才是一个超级大的进步。那同时它又有很稳定的这个使用体验来讲的话，其实也是蛮推荐的。OK， 但是如果排除这2个区块的人，就是可能10之前啊，手机不稳定啊，什么手机快坏掉的人来讲的话，我还是觉得说不一定需要更换，真的还是要看你手上的手机。如果还可以使用稳稳的用，然后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续航力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你平常在拍摄的时候，你也没有觉得画质不够，你也没有觉得你平常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有很不方便的话，我觉得就再忍一下。手机这个东西真的有时候在这个风头上，好像刚新东西出来，大家都身边都有换啊，大家都在讨论啊，然后广告你去捷运有一堆广告，有时候感觉起来好像你就觉得应该换。可是你换完之后，你可能就是爽那个1个星期，然后之后你可能就觉得说，你就是还是在做你本来一样的事情，你本来就没有用手机在做太多事情的时候，你也不会因为换到这只手机而去改善你的生活多少。那这个就是大家要好好去思考一下这一点。OK， 好，那今天就是这个算是 Podcast， 那我还是放字幕在下面了，我还请人家做个字幕，然后可能让大家可以比较细节的去听我这次对这4支的这个看法，然后可以再做出大家自己想要购买的选择咯。OK， 好，那今天的这个 podcast 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拜。